嗱，一陣唔煩你哋啦，一開始賣咗廣告先。你而家睇緊嘅 YouTube channel，記住訂閱啦。咁隔離有個鈴掣都要撳埋嘅，有新片即刻提示你。咁我哋嘅 social media 有 Facebook 啦，Facebook 入邊嘅 Drivers Club， 仲有 Instagram， 咁啊麻煩大家都 follow 埋佢啦。咁至於今集嘅主角呢，就係呢部寶馬 Z1。咁要講 Z1 嘅故事，首先就要翻去好耐以前，其實都唔係好耐嘅，30幾年前啦。喺1985年，地球上出現咗好多個新生嬰兒，包括 C 朗個阿媽生咗個超級球星 ，Gal Gadot 阿媽生咗個神奇女俠，咸美頓個阿媽又生咗個 F1 冠軍，連我阿媽都生咗嚿叉燒出嚟。至於喺德國，寶馬就生咗一個全新嘅部門，叫做 BMW Technik， 一個可以完全獨立思考嘅部門，由大概60個工程師、機械師同埋設計師去揸旗，負責諗一啲新嘅 concept。同埋開發新車科技。喺同一年，車廠嘅高層就岌頭話可以做一個純概念嘅 project。隔咗1年之後 ，prototype 終於出現，一部攞嚟當做設計研究嘅 Z1 面世啦。本來佢哋都冇打算量產，不過去到1987年嘅法蘭克福車展，大家除咗見到戰後第一部寶馬 V12-750i， 第一部嘅3系旅行車，竟然仲有呢部量產版嘅 Z1 Roadster。寶馬呢班傻佬最後交出嚟功課就係呢部 Z1 啊！其實當時一推出呢，係估唔到咁受歡迎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寶馬真係好耐冇做過雙門嘅 Roadster， 對上嗰部呢，差唔多30年前，叫做507。你而家睇下張相就知係幾耐之前嘅嘢啦。寶馬嘅 Z 系列就由呢部 Z1 開始嘅。咁究竟呢個 Z 係咩意思呢？我查過嘅，其實係一個德文字，讀我就唔識啦。我哋聽下佢點讀。再嚟一次。有啲似泰文啦 ，Zukunft 其實係德文入邊 future 咁嘅意思，所以顧名思義咧，成個 Z 嘅 project 就係為咗將來而去做嘅，就做好多研究喺呢啲車上邊，就用佢哋嚟去試下一啲物料、唔同嘅結構、唔同嘅生產工序等等，咁為咗將來發展其他車系而用嘅。咁 Z1 推出嘅時候有2個好重要嘅話題，大家講咗好耐㗎啦。第一個當然就係呢度鐵閘門啦，有電動，撳一撳呢個掣咧，門就升起，窗亦都會升起嘅。當然你都係淨係校低個窗，閂住門揸嘅。不過你買得咁有型嘅車，就梗係唔想咁樣揸㗎啦。其實喺好多地方，包括香港，都係可以咁樣打開門嚟揸嘅。咁樣揸一來有型啦，二來靚好多㗎嘛。咁要開關呢道門呢，其實呢度有個掣嘅，兩邊都有，撳佢就打開同埋閂埋，同一個掣嚟嘅。咁你喺車入邊呢，就有個手抽嘅，兩邊嘅門壁下邊啦，有個平時可以開門嗰個抽，咁抽一抽佢又係會升降噶啦，所以用法係相當簡單嘅。但係由於用咗呢一種設計嘅門呢，你見到個 side mirror， 即係你個側鏡就唔可以再喺個車門上邊啦，所以佢就做咗喺呢個 H 嘅框上面嘅。至於另一個話題咧，亦都係呢個車身嘅，除咗啲物料好特別之外咧，寶馬當時仲有個諗法都幾過癮㗎，就係好似玩芭比咁，可以幫佢換衫嘅。而家眼見所有紅色嘅地方，即係嗰啲車身 panel 咧，都係可以換㗎。即係你中意135就揸紅色，246就揸黑色，咁都得嘅。你自己買多一套就得啦。咁當時寶馬稅大家，喂，你買咗呢部 Z1，買咗套 body panel， 咁你咪可以成日換顏色咯。佢哋嗰陣時話40分鐘就可以換晒㗎啦。不過咧，我上網 check 過，有啲外國節目試完之後話6粒鐘先搞得掂。Z1 叫得做 design project， 成部車自然有好多新嘅諗頭。車殼物料同當時嘅一般車好唔同，由頭冚到車側、車門去到尾箱蓋，用咗好多唔同嘅合成塑料。車漆就同另一間公司合作研發，上面有一層好特別、有彈性嘅瀝架。車身有6種顏色可以揀，車廂都有4種色。
另一個得意嘅地方可以睇下大銀幕嘅窗框，佢嘅結構其實融合咗防滾架功能，所以非常硬淨。Monocoque 車架接合之後，會浸入一層用 zinc 做嘅無縫防鏽，仲有埋加固嘅效果，據聞可以增加25% 嘅剛性。亦都要提埋 Z1 嘅後懸掛，大家都叫佢做 Z-Axle， 係當年寶馬最初用多連杆設計嘅一部車，之後推出嘅 E36 三系都係用佢嘅。去到 drivetrain 嘅部分呢，咁 Z1 就唔算好突破啦，因為當年都係用翻 E30 嘅三系 325i 嘅 engine 同埋波箱。咁呢副呢，其實代號 M20 嘅直六 2.5 公升 engine 就170匹到啦，扭力其實 OK 喎，有22個 kgm 左右，以當時嚟講就唔算太差嘅。咁另外波箱就用緊5速嘅手波 Garrett 做嘅。由於呢部車好特別，生產嘅工序比較繁複，好多步驟都要人手裝嵌。據聞當時每日只係做到10零20部，所以去到1991年停產之前，寶馬總共只係做咗8000部，全部都係左軚嚟嘅。不過同 E30 M3 一樣，有英國嘅改裝廠幫人改做右軚版。我哋試嘅呢部就係其中之一啦。Z1 開始定價咧係8萬德國馬克，後來再加過價，價錢一啲都唔平啊！拍得住當年入門嘅911。講咗咁耐古仔，終於喺條路度揸你個 Z1 啦。咁揸 Z1 最慣嘅地方咧，就唔係佢好唔好揸嘅，因為第一樣嘢就係我行下可以開門啦。哇，好大風啊！即刻，其實今日應該有，我諗33度一定有㗎啦。你見我呢度其實咧 close up 少少咧，有冇 4K 拍攝啊？好多汗啊！咁樣一路罩住或者閂住個窗咧，同埋佢冇乜冷氣嘅，我都唔敢開，好似話虧虧地嘅，所以就好鬼熱。其實次次拍 classic car 咧，多數都 Edmund 啊、龍 Sir 嗰啲咧，我見到佢哋好辛苦啊，因為真係熱得好交關啊。而家開咗呢個門咧，即刻涼翻10度，我諗起碼。同埋咧，唔止涼，係個 view 好過癮。你睇下隔離架的士，就喺我隔離啫。呢度九龍塘啦，都唔算超繁忙啦。如果你去啲再繁忙啲嘅地方咧，咁樣開住嚟揸車，我諗嚇死隔離司機。但係我自己又覺得好過癮啊！以我自己 angle 去睇寶馬嘅 Z 系列，即係佢啲 Roadster 系列咧，我覺得係成功嘅。因為作為一間都相當講究 performance 嘅車廠，如果你冇翻一部半部 Roadster 去做一個鎮山之寶咧，即係未必係鎮山之寶嘅，但係你喺個櫥窗入邊點都要有部呢啲有型嘅開篷跑車俾人揀下先至合理嘅。咁由 Z1 開始之後嘅 Z3 係成功啦，都賣得唔錯。咁 Z4 啦，其實係成功嘅一路落嚟。咁而家最新嘅 Z4 我就未試過嘅。Edmund 啊、安佢哋試過都話其實個 style 係依然 keep 翻寶馬做 Roadster 嗰種感覺嘅。有機會再試下啦。咁講翻呢部 Z1 咧，當年325i 嘅直六 engine 百零匹嘅啫。你話真係好快好好揸嘅又唔係嘅。同埋你知啦，其實 Z1 當年做嗰8000部全部都係左軚嚟嘅，咁改裝咗左軚搬右軚，無論係轉向啊、軚濕啊，呢啲全部都唔同晒，所以都唔會特別再去評價佢嘅駕駛感、操控感如何，我覺得都唔係太公平嘅。嗨，我唔知同邊個嗨，但係好容易就可以同人嗨啦。咁頭先喺停車場嘟飛咧，又係好簡單，咁就嘟到噶啦。咁當然啦，雖然話可以咁樣開住嚟揸啫，但係你都唔可以伸隻手出去，趌個頭出去嘅，依然係犯法㗎咁樣。呢架車講緊係80年代尾、90年代頭出現嘅 Roadster， 其實當年最紅嘅 Roadster 就唔係佢嘅，係 MX5 啊嘛。89年推出，咁就一路都賣得好好㗎啦。我自己都曾經有過一代嘅 MX5 嘅，我而家揸翻呢架 Z1 其實都有少少嗰種感覺嘅。當然唔 exactly 係講緊佢哋嘅動態啊，或者一啲好特別嘅駕駛特性啊，而係講緊揸出嚟我自己坐呢個位置個感覺係個 feel 嚟嘅。咁玩呢啲細架 Roadster 有一種好過癮嘅地方就係、其實佢係唔係好舒服嘅，亦都唔係好實際嘅。例如呢架車冇手物箱啊，見唔見到咧係冇地方擺嘢嘅，中間有條坑仔咯。其實有嘅手物箱，不過就好神奇。喺呢度背脊嘅，所以你正常係揸緊車你都攞唔到嘢㗎啦，純粹俾你儲下物咁樣。
但係講緊揸 Roadster，尤其是呢啲咁細架嘅咧，實用性啊、舒適性啊啲嘢就真係已經冇所謂啦。我純粹要呢種感覺，一種好似好自由嘅感覺。我唔知嗰種自由嚟自邊度啊，但係我坐咗上去我就有呢種感覺咯。如果你有幸擁有一部 Roadster， 無論係咁珍貴嘅 Z1 定係好容易揾到嘅 MX-5 或者其他 Roadster 啦，喺一啲天氣比較好啲，唔係真係超熱嘅日子咧，麻煩你打開個棚嚟揸啦。如果唔係咧，你真係嘥咗自己部車嘅。咁當然你唔需要去逼市區嘅，去郊外啦，即係呼吸下新鮮空氣，感受下你部 Roadster， 唔係閂住棚揸嘅 Roadster。咁隔咗咁多年之後，當 Z1 已經變成一部 classic car， 其實都仲係貴嘅。如果你而家上網揾喺外國，你見到都賣緊幾萬磅嘅。咁有啲少嘅幾萬，有啲多嘅幾萬嘅。如果 condition 靚嘅咧，大概要去到成7萬幾磅，即係70幾萬嘅。所以當年係貴，依家都仲係貴嘅。咁玩呢部車咧，有幾樣嘢要注意嘅。首先就係因為呢啲 body panel 實在太特別啦，所以你有咩揩花撞雨咧，要整係相當麻煩嘅。你都仲可以喺寶馬嘅 BMW Classic 嗰度揾到件，但係據聞咧都天價咁貴，所以玩得佢嘅咧一定要相當鏡錫佢嘅車身，甚至你擺佢出去曬咧都唔係咁好㗎。雖則話當年係好先進嘅物料啦，但係其實最後都唔算好成功嘅，因為曬得多咧，聽聞係會有少少變形嘅。所以鏡住佢啊，錫住佢啊，好珍貴嘅。